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实相转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怎么透过调整自己的想法，还有运用一些心智技巧，去选择我们真正想要的那种生活版本呢？没错，这套想法算是提供了一个看待现实的，蛮新的角度。我们会从幻象还有那个替代空间开始谈起，看看我们以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再拆解一下幻灯片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体验啊，那个重要性又是怎么卡住我们。最后会介绍一套很不一样的观想方法哦，让你从一个比较被动的接受者，变成自己人生的算是主动设计师吧。哦，听起来很有力量诶。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书里提到幻象这个词，但又说它不完全是脑袋想出来的，甚至连做梦啊，都可能是我们的灵魂跑到一个你说的那个替代空间去体验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对，这个替代空间哦，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无限大的资讯库啦，里面装了所有可能的剧本，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实现的、没实现的，通通都在里面。哇，所以说，梦境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意识状态下，我们的意识可能就暂时调平了，你知道吗？调到这些还没变成我们眼前这个物质现实的区域去。但重点是我们眼前看到摸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它本身不是幻象，它是从那个无限的可能性里面被我们的意识选定并且显化出来的一个版本。所以心智比较像是一个选台器，而不是发电机。哦，这个概念关键在于它暗示了没有哪个现实是绝对命中注定的嘛。哇，选台器这个比喻，让选择这件事突然变得很有画面感呢。但如果现实真的是选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很无力、很不满意啊？这就跟你刚刚说的那个幻灯片有关了，对吧？好像投影机那样，我们的信念先自己做了一张片子，然后现实的光打上去，看到的当然就是扭曲过的影像了。对，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意思。这张幻灯片就是由我们内在的信念、自我评价啦、对世界的看法啦，这些东西构成的。特别是那种负面的幻灯片往往是源自于我们对某个缺点或是某个困境赋予了过高的重要性。重要性，对，例如说，你非常在意自己的体重，对不对？这个在意本身就变成了一张写着“我很胖，我不讨人喜欢”的幻灯片。然后你看待自己、解读别人的方式，通通都会被这张片子扭曲。更重要的是，根据这套理论宇宙中有股力量，书里叫它外在意图，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回声系统，会捕捉到你持续灌注情感还有注意力的那张幻灯片，然后呢，慢慢的就把它的内容回荡成你的真实经历了。天哪！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问题根源其实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内心那张不断播放的片子，还有我们给它的那个重要性。那要怎么换掉这张负面片子啊？感觉硬把它撕掉，好像只会更用力去想它。对，对抗反而会强化它。唯一的办法，书里说是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拿走它的燃料，也就是你的注意力和重要性。你要有意识的把焦点从不想要的移开，转到你想要的上面去，主动去创造一张正面幻灯片。这不是叫你空想而是要刻意去设计一个画面，包含你理想的状态、感受、行为，要巨细靡遗。然后你要爱上这个画面，反复在心里预演，假装它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这听起来跟那个吸引力法则有点像，但好像更强调内在的那个校准的感觉。可以这么说啦。持续播放正面幻灯片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心，就是潜意识，跟你的脑意识达到和谐。
让你真的相信这个新的可能性。同时这也是在拓宽你的舒适圈。舒适圈。对，很多人嘴巴说想变有钱，可是真的走进那种高级餐桌，就浑身不自在。好像有这就表示他的潜意识还没准备好。你需要培养的是拥有的意图，就是一种我本来就值得拥有这个，而且这是我选择的那种很平静的确认感，一种知晓。知晓。对，正面幻灯片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透过在心中假装拥有，去感受那份自在，你的舒适区就会慢慢扩大。等到你觉得那个梦想成真，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那个怀疑就消失了，信念就变成知晓了，拥有的意图就产生了。了解了，从内在先成为那个人。那接着书里谈到观想，但他好像不太鼓励我们，就只是看着那个目标画面，然后流口水这样。没错，这个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传统的观想常常只是看着结果的那个静态画面，或者像在看电影一样，自己是旁观者。这套理论认为，真正驱动现实改变的力量是意图，而意图它关注的是朝向目标的行动过程。过程。对，所以你不能只观想你拿到奖杯那个瞬间，你要观想的是为了拿到奖杯你正在做的那些努力，那个过程。最终的目标它变成一个背景，聚光灯要打在当下正在发生的行动上面。哇，观想过程而不是终点，这个真的很有启发。那最后一个概念叫做传导链。书里说目标达成需要一步一步来，不能跳级。这对观想有什么影响啊？这个直接引导出观想的最终原则了，就是你只能观想传导链中当前环节的实现过程。当前环节。对，就像你要烤一个蛋糕，你不能直接观想蛋糕砰一声出现嘛，对不对？你得先观想，我如何完美的买到所有材料，或者是我如何顺利的把面糊混合好，就是观想这个当下步骤的过程。那个最终目标的幻灯片，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看，保持热情。但是过程观想必须要聚焦在眼前这一步，完成一步，下一步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清晰。那如果还不清楚第一步是什么呢？对啊，如果考住了怎么办？那就持续的平静的播放你的目标幻灯片，去拓宽你的舒适区，直到那个外在意图为你提示第一个可以行动的环节。今天真的是脑洞大开。好，让我来简单总结一下。所以我们感知的现实是从无限的可能性中选出来的，然后我们内在的幻灯片和给予事物过度的重要性会扭曲和卡住这个现实。但我们可以主动创造正面幻灯片，并且透过假装拥有来拓宽我们的舒适区。而最强大的观想方法是聚焦在达成目标当前步骤的过程本身，是这样吗？没错，你抓到精髓了。这里刚好有个小练习，你可以带回去试试看。第一，选定一个小目标，就是你通往大梦想的那个传导链中眼前的第一步或者下一步。一个小步骤。对。第二，为这个步骤的理想完成状态创造一张清晰的正面幻灯片。第三，每天花几分钟，不只是看着那个画面更要投入地去感觉自己正在行动，正在体验完成这个步骤的那个顺畅的过程，专注在行动的感觉上，然后放下对结果必须怎么样的那种重要性。专注在当下行动的过程感。对。这个练习听起来很实用。好那么今天你能开始观想哪个最小步骤的过程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想一想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